大概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就已经很爱半夜偷吃各种零食或者是咸的。然后我妈半夜有时候发现之后，他们后来就拿那个脚踏车的锁把冰箱锁起来。所以你就完全没办法再开冰箱，我就不能开冰箱。国外就有人收集了90多万个案例，然后去做分析，只要 BMI 是在25以上 ，BMI 每增加5，总体的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30%。如果是跟心血管有关的风险，死亡风险就增加40%。嗨，大家好，我是李唐医师。台湾人爱吃火锅是不分四季啊。今天呢，我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来跟我一起吃火锅 ，Chef Lee 要来上菜喽。今天来宾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闲聊系的 podcast 的代表，只要透过聊天就可以吸粉无数。很多人对他的认识都是因为《康熙来了》的工作人员，同时他最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作家。而至于我对他的了解呢，我应该称他为一个狠角色。你可能会想说，李医师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来宾呢？会不会太失礼了？其实一点也不啊。这一年我就看着他瘦了将近50公斤你没有听错，就是50公斤。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欧娜。嗨，李医师好，大家好，我是欧娜。虽然我刚才看起来非常的平静，但是我内心非常的澎湃，因为呢，我应该是除了你的家人朋友以外，看到你这一年来瘦的最明显的一个人。欧娜平常会吃火锅吗？我以前真的可以一个礼拜吃很多天。一个礼拜吃很多天，对，我可以，一个礼拜只有7天可是我可以那个很晚下班之后再去吃鼎王，所以当天就会吃到火锅一次这样。蛮容易的，很爱吃火锅。那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汤底？以前的话可以吃麻辣锅就吃麻辣锅，然后小火锅的话就会点牛奶锅。请问是不是很胖？其实很多人都怕吃火锅变胖，你只要遵循这一个2多2少的原则，其实可以放心的吃，不会变胖，甚至很轻松就可以达到2-1餐盘的一个效果。好的。那什么是2多2少呢？2多就是记得要多吃原型的食物，少吃加工的火锅料。另外一个多呢，要多吃肉跟菜，肉跟菜你可以放心的吃。那另外少就是少喝汤。那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加工火锅料这部分，就是它已经跟原本的食物是不同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听到鱼丸、鱼饺、鱼板这些东西，其实里面鱼的成分已经很不多了。那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冻豆腐跟百叶豆腐，请问他们算有加工过吗？其实冻豆腐就是把板豆我们拿去冷冻之后，就会变成冻豆腐，所以原则上它是安全的。那百叶豆腐它其实是一个地雷，对，怎么说呢？它是用大豆的蛋白跟大豆油去做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个油脂炸弹，它里面有一半都是油。好，不吃了。所以我建议避开百叶豆腐。我们今天选的是梅花肉跟猪里脊。这算是中脂、低脂还是高脂啊？如果是梅花肉，算是中脂的肉， OK 然后如果油花多一点，那可能是高脂。然后里脊肉就是一个低脂的肉。像很多人也会问说，2-1餐盘的肉到底要选肥肉还是瘦肉？那这个肉可以吃多少？那就根据你体质不同。那举例来说，就算你做了2-1，但是你有发现自己的胰岛素阻抗比较严重，对于糖分、淀粉耐受是很差的，那你就可以把部分的淀粉转换成比较中高脂的肥肉，那就是所谓的2-1F 餐盘。那这个餐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增加对于这些脂肪的代谢能力。那这短期内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减重的效果。那究竟是白肉比较好，还是红肉比较好？其实白肉跟红肉的分别就是在于里面有没有肌红蛋白。这个红肉里面如果饱和脂肪比较多，那你有胆固醇的问题，那你可能尽量要少吃。那红肉大部分是像牛肉啊、羊肉这一些，我不会放在优先的选择。所以我理想的话，应该要先吃猪或鸡。或者像海鲜类一些鱼虾贝类的东西都算是白肉。我顺便考一下欧娜好了，欧娜觉得鲑鱼算是红肉还是白肉？我觉得算红肉，因为它蛮肥的。我们刚才说红白肉是用肌红蛋白去分，但是鲑鱼它这个颜色是来自所谓的虾红素，所以它应该算是白肉。而且鲑鱼很好，就是里面有一些 omega 3这个好的油脂。那 omega 3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减重的朋友们可以多吃，因为这些好的油脂适量的补充，对身体的抗发炎都有不错的效果。除了吃肉以外，我觉得吃火锅有另外一个蛮好的状况，就是你可以摄取很多不同种类的蔬菜。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饮控也很常去吃火锅。不管是外面的一些自助的火锅，或是你自己准备，都可以多选择各种5颜6色的蔬菜。这些5颜6色的蔬菜就无形中会让你摄取进去很多足够的像纤维质，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这些蔬菜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植化素，吃了下去之后对身体有一些好处，比如说抗发炎、清除自由基或者调节免疫力的作用。那举例来说，像我们这一个花椰菜，应该是蛮多减重的人都爱吃的东西。那里面就有一些芥蓝素啊、萝卜硫素，对于我们代谢一些雌激素都有很大的帮助。像欧娜之前也有一些雌激素比较不平衡的状况，
没错，我们就建议可以多吃这一类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这个是甜椒或是青椒类的东西，它里面就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啊，煮过的，反正都很健康，都很健康，没错。好，它会达到一些抗氧化的效果，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它甚至有一些辣椒素。那我们吃这个洋葱，好，洋葱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胡皮素。你好厉害，你真的什么都知道。今天的菜盘都有特别挑选过，里面有一些胡皮素。那如果我今天吃完火锅还是很饿，我还是可以大点蔬菜一盘，是不会变胖吗？没错，因为蔬菜其实本身我们讲热量其实不多，再就是它纤维质会让你有一个饱足感，所以可以多吃一些。那像这个牛番茄啊，它里面就有一些茄红素，那你会把它加进去水里面煮过之后，茄红素的释放跟吸收会再更好一点。所以熟着吃比较好哦。或者是你用油啊或水煮过会比较好。像我们今天有准备这个是菠菜，好吃。菠菜里面就有很多的镁离子，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可以让你稳定神经，然后压力就得到释放。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如果你有吃一些像冬粉这些东西，虽然它听起来热量很低，还是要小心，因为你把它丢进去煮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吸附了很多汤汁，无形中你又会吃进过多的油脂或热量，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冬粉、乌龙面、白饭、刀削面4个的话，我要吃哪一个？我自己会选白饭。白饭还是最健康的。如果是要从这4个里面选的话，因为其他的太会吸油了，会吸油脂，而且都是一些精致的面粉加工品，所以会比较危险一点。那像我平常真的太爱吃麻辣锅，我到底怎么办？其实，现在很多店家都有出那种鸳鸯锅，你就可以点一个你想要吃的汤头，那另外也许就比较清淡、没有负担的一些昆布汤，OK， 作为一个主要的基底，就可以试一下麻辣锅的味道，这样就好了。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知道哪一种汤头比较营养，而且对减重又没有负担的话，那欢迎马上点开我们的资讯栏，加入初日医学的官方 LINE@，那里面呢就可以获得我的独家营养健康汤头食谱哦。回到我们刚才开头讲，那其实这一路走下来已经瘦了50公斤，好累，很累。好，不过应该也算蛮有成就感。对，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这边有整理了5点欧娜的一个超励志减重史，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大姨妈1年只来2次，其实超怕年轻就过世。没错，我觉得月经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我好像从青春期之后，月经就是一直都很少来。我大概也知道是跟胖有关系，可是我又不太敢去面对，就想说算了，就蛮省钱的这样，很消极。可是后来我开始减重之后，真的下个月就来了，然后就一直来到现在，我觉得好神奇哦。特别提醒观众朋友，就是其实女生的月经对我们子宫内膜是一种所谓的新陈代谢，长时间月经没有来，对子宫内膜是很不健康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生育的问题。这背后可能是一些荷尔蒙不平衡所造成的。所以提醒一下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已经肥胖，甚至造成月经不来的话，要赶紧去做治疗。那欧娜还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在肥胖的时候？真的是太多了。我还有一个也是让我比较想减重，就是关于睡觉的。睡觉的。几年前我就发现我仰睡，除了打呼超大声以外，然后有时候还会觉得呼吸不过来，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趴睡好了，就是比较不会打呼，然后呼吸也比较顺。那我就这样已经趴睡了大概6、7年左右，到现在，我现在有点改不过来，就是已经习惯，然后就很常落枕。但我觉得你现在减了50公斤之后，应该可以换回去比较好。我现在有在努力的想要调整侧睡嘞，对，因为其实趴睡对身体不好哦。睡眠也是很多人减重之后有感的项目。也许过去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啊，或者是一些白天就坐下来就想睡觉的一些症头，对，后面都可以早点改善。当时来诊所我们检查也是发现蛮多问题的，就是 BMI 过高，然后体脂肪过高，有血糖的问题，胆固醇的异常，甚至荷尔蒙的部分。很多问题，甲状腺比较低下啊，或者黄体素过少，雄性素过多，多囊性卵巢问题。会不会讲太多？其实都在显示背后还是有些原因啦，就是脂肪跟胰岛素阻抗。如果你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处理好，其实身体就真的可以变得健康。那像欧娜刚才提到很多肥胖带来的困扰，身体不舒服。我蛮好奇欧娜为什么想要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变自己来减重，就是除了想要改善健康之外，因为我平常很常拍业配，然后每次穿衣服都不太好看，就要叫摄影师大修图，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困扰。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穿那些礼服之类长怎样。这是减重前，那时候这一件原本是要穿去
一个活动，然后因为我肚子太大，然后就撑开，所以这边已经快要露内裤了，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穿这一件。我这个是后来过了减重后之后拍了某个保养品才穿上，然后就不会露内裤。原本是变高叉的，对，现在已经正常，已经往下掉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套衣服还蛮明显的。这差距蛮明显的。真的吗？但下一张更明显。下一张的话，这是我那时候要去诊所前拍的，就真的可能前2天还没有进疗程之前。对，我想说好，明天要开始减肥了，那我就在我家的电梯把肚子掀起来，这样拍一张。然后就我原本以为我一辈子都不敢秀，但是剪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啊没差，反正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差很多，所以我又在电梯拍了第2张这样子。所以前后就差距非常明显，不管你有没有掀起来，其实都看得出来，肚子或者你整个人的维度都是变小很多的。当时我们第一次门诊的时候，因为出诊有做很多的检验，对，那你听到那些报告这么多红字，这么多问题，当下心情有没有非常的挫折，或是很震惊的地方？就想说死定啊，想说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们就是说，只要开始减肥，这些数字都会慢慢的改善。然后后来减了快1年，也真的都有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 Holy God 才有趣。不过我特别要提醒观众们，就是你一旦 BMI 或者体脂肪超标的时候，其实对健康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像国外就有人收集了90多万个案例，然后去做分析，他发现说，你只要 BMI 是在25以上 ，BMI 每增加5。你的心血管就总体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30%。如果是跟心血管有关的风险，死亡风险就增加40%。那肿瘤有关的死亡风险增加10%。所以你 BMI 从25、30、35、40、45，随着 BMI 增加，死亡风险就逐步的往上冲。所以25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我哪还记得一开始落在哪个区间吗？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吧之类的。但现在好像慢慢的有到这附近，对，现在已经移动到我们越安全的方向去迈进。我觉得这个是减重变健康一个很大的一个回馈。特别不管是你的体脂率跟你的 BMI， 都已经从原本的5字头吧，现在都已经减到3字头了。因为一开始其实你应该是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当时有没有想过用别的方法来减重？高中我家人就有说，还是你以后去做缩胃。然后我大学等公车的时候，也有那路人阿姨说你要不要做缩胃？我表妹做得很成功，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丢脸死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缩胃，因为我觉得把胃变小，我好像一辈子都不能吃很多。我没办法想象，我没办法大吃特吃的感觉。因为你也算是一个对美食有需求的一个，没错。总之就是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观念啊，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我们说重度的肥胖，或是病态性的肥胖。就想要去用手术赶快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门诊有一个个案，他也是大概30岁左右，然后他从大概20岁之后就很严重的肥胖，他体重有160公斤，然后体脂率也是50以上，就身上有一半是脂肪。没错。他当时在进到我诊间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我到底要去开刀，还是要来参加你们的疗程减重？那我说，因为他当时很担心手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妈妈也是一直有疑虑。就后来参加我们3个疗程之后，已经减了40公斤，现在到120公斤左右，而且持续体重还在下降。他当时就跟我说一句话，说：“哦，原来你们这个方法是有点像是内科式的减重，不需要按那一刀，但是可以得到一样去改变我的效果。对，很大的效果，而且重点是可以真的去改变到我的代谢跟健康。”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是有一样类似的困扰啊，你体重也许比较重，或是你是一个比较重度肥胖，我说都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也许你可以试着到我们诊所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些比较属于个人化去设计的一些减重方法。好，我们继续看欧娜的超励志减重史第2条。好的。半夜偷吃东西，妈妈气到直接把冰箱上锁。对，就是我大概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就已经很爱半夜偷吃各种零食或者是咸的。然后我妈半夜有时候发现之后，他们后来就拿那个脚踏车的锁把冰箱锁起来。所以你就完全没办法再开冰箱，我就不能开冰箱。然后有一次是半夜，就是真的太饿，又去烤了一盘鸡块。然后这次我妈也发现，她就直接气到把整盘鸡块都丢到垃圾桶这样。就因为她不想让你再吃东西。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类似这种爱偷吃的故事。所以听起来你是好像食欲比较不好控制，就一直想要找东西吃。嘴巴怎么那么馋？那这段时间你觉得前后改变最大的是什么？我以前非常爱喝酒，大概1个礼拜一定会去1次酒吧。那现在呢？现在我真的是1年可能喝个2次，就真的跟以前差很多。以前我是那个酒吧的 VIP， 我进去一定会有免费的 shot， 但我现在已经1年没去那家酒吧。进去人家可能不认得你。对对对，就他们都说你变好瘦，就上次已经去过，他们就有都吓到。之前是太常喝手摇，爱喝牛奶，所以我一天水最多就1000，但是因为开始上课之后，营养师就说希望我要喝到4000，所以我就买了一个3500ml的大水壶，超大水，然后变成台湾水牛这样。不错，这些都是很好改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明显的差别，就是我之前一个人吃回转寿司，我是可以吃到
800多块之类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胃口真的会变小。我上次吃300多块，我就觉得，我这样就饱了。我这样差很多盘不过其实欧娜提到这些食欲很强，或是可能没办法控制嘴馋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是你的错。这有可能是你基因在影响你，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后来有帮你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测？对，我很想知道结果是怎样。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食欲的控制是比较不好的，你平常的食欲真的会比较高，所以不能怪自己，这是你体质的关系。怪爸妈。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脂肪是容易肥大的，也就是说可以呼应到你过去能够长到 BMI 也许很高的地方，体重可以变得很重，可以重到3位数。所以这是脂肪的问题。对，脂肪细胞容易变大，就可以长得很胖。怎么会这样？因为你脂增生也是比较风险比较高，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快速的变胖，就说呼应你过去的一些体质。那至于体代谢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用在欧娜身上，告诉我们的训练，就是你后来好像有加入重量训练。对。而且我看你偶尔就会 po 说自己有去重训。重量训练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你来说减重也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基因角度发现你的肌肉发育的能力是好的，所以重量训练对你的 CP 值会比去做长时间的有氧运动的效果还要再更好。对，所以这个就是基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现在跟我们做减重过程中体质的呼应，以及策略的拟定都可以做一个搭配。好，那像刚才提到食欲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初期可以让你的食欲比较稳定，饱足感也比较强一点。那我就不用吃到800块、900块的回转寿司，我就可以吃一下子，就觉得身体舒服了，该停下来。这都是一些策略上的调整。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知道自己的基因体质是什么，找到一个适合的减重策略，欢迎到诊所来找我聊聊，或者是一样加入我们初日官方 LINE， 输入基因检测，就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基因检测的讯息哦。刚才我有聊到过去减重或是食欲其实是很高的，对，很难控制，而且吃不饱。那这一次疗程中有吃饱吗？我觉得吃蛮饱的，出乎我意料。出乎你意料饱？对，就是营养师都会讲说，每一餐要吃多少分量的蛋白质，多少分量的油脂，多少分量的蔬菜。然后我以前就是完全不知道1份等于多少，所以我就每天都拿秤去按照营养师教的量这样子，我就一直在家里这样自己煮啊。然后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每一餐都很认真称，真的很快就有瘦下去。后来应该心里就内建那个秤，就不用。对，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这边算分量，可是我就知道大概淀粉就是不能吃太多啊，然后肉跟蔬菜一定要多之类的。没错，其实很多我们疗程的客户或者是参加我们社团的瘦友们，到后面都内建一个2-1-3盘，或者都已经知道自己身体需要什么样的饮食比例，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练习。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第3题是曾经胖过的人才懂，捷运高铁选座位有执念。对，我想这个假如有些小胖子们在看的话，应该非常懂这一句。就是我高铁呢，一定是选靠走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坐里面的话，首先走进去可能要穿越那个人的腿，他可能会觉得好挤哦。然后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扶手快要被我的屁股撑起来了，所以我都会选靠走道，然后会尽量把一只腿往走道放。可是那个缺点就是那个推要卖咖啡红茶的，他们都会一直快要撞到我，就是因为我永远都把腿往外放这样子。那你可能要小心一下你的膝盖。像捷运也是差蛮多的，就是捷运不是有那种3人座嘛？对。然后如果中间有空位，我是绝对不坐，因为坐下去会觉得旁边的人被我挤到这样子。然后我应该自从有捷运以来，我应该都没有坐过那个位置哎。可是我开始减下来之后，我上次坐进去，然后我竟然没有觉得挤到他们，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就很惊讶。突然间觉得，好像可以坐到中间那个位置去了。对。除了可以塞进去那个位置以外，你有没有在哪一个状况之下发现，原来我这个人已经变瘦了，跟过去不一样？世界真奇妙的就是关于我的锁骨跟肋骨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摸过他们以前没有感受过你的锁骨。我从来不知道锁骨是什么。结果有一天我躺着的时候，想说，我摸到这是什么？这是锁骨吗？然后又摸到肚子，想说。原来我已经可以摸到肋骨了，我就觉得好奇妙。然后另外一个很明显可以让观众看到差别的，就是关于衣服的部分。好，这件牛仔裤呢是我在美国买的，因为美国就是比较多大吃嘛。然后这件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呢，其实啊那个还是很憋，然后外加我肚子很大，所以我穿的时候会很像孕妇一个。尿布的感觉，然后我别人说拍照的时候都还要遮我的肚子，但现在这件我已经完全穿不了，因为它变太大件了，跟你现在 size 差很多，有点变太松了，就少蛮多的。不错不错，这个是非常有感的变化。然后最后呢，还有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其实是一个服饰店帮我定做的，结果。他寄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减肥，所以我只穿过1次，现在完全穿不了，套上就直接掉下来这样。而且衣服除了就是以前的衣服不能穿之外，我现在也可以去试穿很多服饰店，我以前都不敢，都不敢试穿，都不敢试穿，因为觉得一定穿不下。对啊，就是你瘦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还是可以更自由的生活。你现在的肚子饿，
都是以前吃太饱换来的。哦，这是我减了30公斤的心得。我那时候有在 podcast 讲这句话，我就是每一次觉得半夜好饿，我都会想说，谁叫我以前那么爱吃到饱，那么爱吃鸭血，然后我就会这样鼓励自己，这样。没错，这个欧娜就是做到一个转念的一种方法，对，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也许就不会这么痛苦。你觉得你的心态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我觉得我就是意会到我需要人家逼我，因为我以前如果自己自主减重，很容易就想要放弃。但是因为我现在知道哦，每个月要回诊一次，或者是有时候营养师在线上督促我，所以就会让减重比较顺利。这样。对啊，像我有些客户也跟我说，其实不是督促，而是说有人陪你，对，或者告诉你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些观念，我现在已经学习对，或者是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或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人可以在旁边发问，他马上可以给你答案，对，就不会说我自己就乱吃又乱试，然后最后反而体重又瘦不下来。好，所以有人陪伴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是减重女神的号召力。开始减重之后，就很多网友看到我的限动，他们觉得被督促到。然后外加以前 follow 我的，其实蛮多就是比较胖的人，因为我可能是胖界的网红，所以他们想说看我穿搭，看我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他们都发现说我开始减了，他们想说连欧娜都可以，我也要试试看。然后因为太多人跟我分享这类型的事情，所以我就有一天统计了一下，结果最后我自己加完之后是3325公斤，而且有人减到60公斤，比我还多。对，而且平均每个人都减到7到8公斤。对，这个比例其实非常惊人。毕竟因为有些人减60公斤，就稍微拉了一下比例，加起来总量是很高的。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欧娜给大家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嘛。也许有些人没有到诊所，也是透过一些正确观念的一个学习，都有达到一个减重的成效。也是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跨出第一步。你的第一步可能是看欧娜的 IG 来的，看看线动，你就自己觉得可以跨出第一步来减。那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第一步的障碍在哪边，或是你遇到一个跨不过去的一个关卡，赶快去看医生，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医师或营养师来咨询聊聊，也许你就可以成功的跟欧娜一样瘦下去。听说欧娜最近有出书变作家了。是的，这是我的新作品，然后当然要送一本给这个帮助我快要1年的李医师。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欧娜这本书是从苦瓜熬成哈密瓜。对。放在心理励志类，因为里面写了很多减重相关的故事。这是欧娜亲签的。对。听说很多人为了排你的签名版，还是去大帐篷排队。哪有那么夸张？只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所以亲签真的很难。这超猛的也好。谢谢。所以欧娜算是里面有分享一些过去的工作啊，或者是职场。我就写了很多在电视圈工作的故事，然后还有写当 podcaster 的转折，对，然后还有非常多篇幅在写胖子的故事以及怎么减重啊，减重后的心情。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面临这些考验的话，都非常适合去看我的书哦。那我们今天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健康减重的知识，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初日官方 Line@ 都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讯息哦。好的。至于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聊聊，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到我的粉专留言，我都会看到哦。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